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程毅从青涩逐梦少年到影视璀璨之星，宛如一颗熠熠生辉的星辰。程毅从青涩逐梦少年到影视璀璨之星，在当今竞争激烈的演艺圈，程毅宛如一颗熠熠生辉的星辰，凭借自身实力与不懈努力，在观众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记。他的演艺之路充满了奋斗与蜕变的精彩。程毅出生于湖南省怀化市辰溪县，与许多怀揣艺术梦想的人一样，他早年经历了一段平凡却怀揣憧憬的时光。学生时代的他并非一开始就备受瞩目，在追求演艺梦想的道路上也并非一帆风顺。最初，他就像无数普通学子，做着看似寻常的学业规划。然而，命运的齿轮在他内心对表演的热爱被点燃后，开始悄然转动。当他决定报考演艺相关院校时，周围或许有过质疑与不解，但他心中的梦想之火却未曾熄灭。程毅孤身踏上逐梦之旅，就像材料中提到的那样，他怀着对表演的炽热渴望，来到中央戏剧学院参加考试。这段经历或许充满艰辛与不确定性，没有舒适的坐票，一路站着硬是坚持到北京。可他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勇气，最终叩开了中戏表演系的大门，成为了一名学子。这段青涩而坚定的求学时光，不仅让他接触到了专业的表演知识，更塑造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和对表演艺术的敬畏之心。初入影坛，程毅迎来了他的影视首秀《唐宫美人天下》。在剧中，他饰演宫廷侍卫冯小宝。这虽是一个相对较小的角色，却成为他踏入影视圈的关键一步。面对镜头，初出茅庐的他或许还有些稚嫩，但他努力揣摩角色，将自己的热情与对表演的理解融入其中。每一个眼神，每一个动作，都在努力诠释着冯小宝这一角色。这段经历让他在镜头前逐渐找到了感觉，也为后续的演艺生涯积累了宝贵经验。此后，他不断努力尝试不同的角色与挑战。在微电影《爱漂移》中，他与辛芷蕾二度合作，为角色注入了独特魅力。尽管戏份或许不是绝对主角，但每一次出场都展现出他对表演的认真态度和不断成长的演技。而在《原谅我，来不及爱你》里，他饰演的阳光大男孩虫子，更是让观众看到了他充满活力的一面。他将虫子热爱音乐的特质通过灵动的眼神、轻快的步伐等细节展现得淋漓尽致，让更多观众开始注意到他的表演潜力。随着演艺经历的积累，程毅迎来了演艺生涯中的重大挑战与突破，沉香如屑。在这部剧中，他一人分饰三角，分别扮演天界帝君应渊、凡间捉妖师唐周以及修罗族玄烨。这三个角色在身份、性格、命运上都有着巨大差异，要将他们区分开来并鲜活地呈现在观众面前，难度可想而知。然而，程毅凭借着对角色深入的理解和精湛的演技，成功将这三个角色立住了。饰演应渊时，他以克制的眼神、紧绷的肢体语言展现出角色被天条束缚的痛苦。例如面对盐蛋时嘴角的微颤、喉结的滚动，这些细微的动作将隐忍的爱意与神性的枷锁交织得恰到好处，让观众深刻感受到角色内心的挣扎。而唐周这个角色则充满了少年意气，程毅瞬间切换表演状态，以轻快的步伐、灵动的挑眉和直球式的眼神交流，赋予角色鲜活的生命力。那俏皮的小动作，如设计翻乌龟时调皮眨眼，成功让观众将唐周与应渊区分开来。至于修罗族首领玄烨，程毅则将其邪魅与野心演绎得极具侵略性。压低的嗓音，放缓的语速，搭配充满掌控欲的肢体动作，如手指摩挲剑柄，将玄烨的复杂性格展现得入木三分。
此后，程毅的演艺之路愈发精彩。在《与君歌》中，他饰演齐燕。在剧中，他握剑时小拇指的抽搐这一细节，暗指其被权宦操控的童年创伤，为角色增添了深度与真实感。他善于通过这些超文本细节赋予角色生命力，让观众能够更深入地走进角色的内心世界。在《赴山海》中，他需要同时饰演现代社畜萧明明、武侠少年萧秋水与权力帮主李晨舟。面对如此高难度的挑战，他运用肌肉记忆训练法与情绪锚点设定等方法，实现了角色间的无缝切换。他将萧明明的疲惫、萧秋水的成长蜕变以及李晨舟的霸气威严都表现得淋漓尽致。程毅的演技进步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源于他对表演艺术的执着钻研。他拒绝快餐式表演，拒绝依赖简单的人设营销，而是用自己的努力与实际行动诠释着对表演的热爱。就像他为了一个角色反复打磨细节，提前到达片场进行练习，为角色设计独特的手势，通过道具拟人化运用等等。这些努力不仅得到观众的认可，也获得了业界的尊重与肯定。北京电影学院将《与君歌》中齐燕的似笑非笑表情纳入教材，最高人民法院官微也点赞底线中周易安的相关表演细节，这些都充分证明了他在表演上的卓越成就。除了在演艺事业上的出色表现，程毅还是一位热心公益的艺人。他积极参与各种公益活动，用自己的影响力传递正能量，展现出公众人物的社会责任感与担当。他深知自己的成功不仅仅是个人的荣耀，更是一份责任，能够带动更多人关注公益事业，为社会的美好贡献力量。程毅，这位从湖南怀化走出来的演员，用汗水与努力书写着自己辉煌的演艺篇章。从青涩少年到演艺圈的中流砥柱，他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从未停歇。他的故事激励着无数怀揣梦想的人，告诉我们只要坚守初心，不懈努力，终能实现心中的梦想，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。